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使用字串以及字串的用法哦。好，那开始我们一样先印出一个字串。假设这个字串是 Hello Mr. White， 你好白先生。然后我们直接执行，它就印出 Hello Mr. White。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一行 Hello Mr. White 哦，我们想要的是它先印出 Hello， 然后做换行，再印出 Mr. White，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最直觉的想法可能就是我们直接在这个 Hello 的后面直接输入一个 Enter 嘛，因为 Enter 是换行的意思嘛。好，我们直接试试看。会发现这边看起来怪怪的，没关系，我们一样执行。好，它 Python 就会告诉我们，它看不懂你在写什么。那到底要怎么样在字串里面做换行呢？很简单，我们只要输入斜线加上 n 就可以了。那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斜线是 Enter 上面的那个斜线哦。好，斜线加上 n 在字串里面就是换行的意思哦。我们执行，就得到了 Hello 换行 Mr. White。OK， 那再来呢？假设我们想要在一个字串中表达双引号，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假设我们想要印出这样子的字串 ，Hello 双引号 Mr. White。假设我们想要印出这样子的字串好了，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一样最直觉的想法就是在 Hello 后面直接加一个双引号嘛，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加上去之后可以看到后面哦，看起来又怪怪的嘛。不过我们还是一样执行看看，会发现 Python 它又说它看不懂我们在写什么咯。那会造成这样子的原因呢，是因为字串它是一对引号，然后中间包着一段文字嘛。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本来中间的这个双引号本来是想要当成字串的一部分，但是呢，它跟我们前面的这个双引号已经形成了一对双引号了，所以呢，这个 Hello 就直接会变成一个字串。那我们后面的这个双引号呢，就会变成一个孤儿，所以这一段呢，就会变成一个意义不明的东西。那我们的 Python 自然就会说它看不懂你在写什么。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双引号变成字串的一部分呢？很简单，我们只要在这个双引号的前面加上一个斜线就可以了哦。好，我们执行看看，就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了。Hello 双引号 Mr. White。那这个斜线呢，就相当于告诉 Python 说，我后面的那一个双引号，并不是字串的结尾的意思哦，是字串里面的一部分。好，那再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字串的相连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上一个影片已经有稍微提到过了。假设我们今天有两个字串，一个是 Hello， 一个是 Mr. White。那我们想要把这两个字串做相连，连在一起，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用加这个运算符号，Hello 加 Mr. White 的意思，这两个字串相加的意思，就是他们两个会做相连哦。好，我们直接执行看看，果然它就印出 Hello Mr. White， 因为我们的两个字串连接在一起了。好，那这边复习一下我们上一堂课的变数的内容。假设我们想要这个创造一个变数，然后呢，它里面放的是 Hello 这个字串，那我们可以这样写哦。那假设这个变数的名字叫 phrase， 那里面放的呢是 Hello 这个字串，那这样子我们就创建了一个 phrase 这个变数，然后呢里面放的是 Hello 这个字串。好，那这个变数创建好之后呢，我们下面就可以替换成这个变数，一样我们执行，还是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Hello Mr. White。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些好用的这个字串的函式哦。那这个函式呢，并不是韩式泡菜的那个韩式哦，是function的那个函式哦。我写一下，函式，英文是 function。好，那这边的话，函式呢，其实是一段先写好的程式码，然后呢，当我们要用到这个函式的时候，那一段程式码才会被执行。那函式是帮我们做资料的运算或是处理，然后再回传给我们想要的资讯哦。那这边大家听起来很抽象或是听不太懂，没关系，我们之后还会有一个影片专门来介绍函式。那这边大家只要先把它当成一个用法来看就好了。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字串这个 phrase 里面放的是 Hello Mr. White 这个字串，然后我们要接着介绍第一个字串好用的函式。那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呢是 lower 这个函式呢，它的用法是我们的字串后面接着一个点，再接着 lower lower， 然后再接着一对小括号。好，我再说一次，这个 lower 这个函式的用法呢，就是这个字串，然后加上点，再加上 lower， 然后再加上一对小括号。好，那这个函式呢，它的功能是帮我们把我们的字串里面的字母全部都变成小写，然后再回传给我们。所以呢，我们这边直接执行看看，果然所有的字母都变成小写了。好，那既然我们有变成小写的这个函式嘛，那反过来就会有变成大写的函式嘛。那变成大写的函式呢是 upper upper， 它的用法是一样，一个点，然后后面加上 upper upper， 再加上一对小括号。那这个函式呢，它是帮我们把所有我们字串里面的字母都变成大写，然后再回传给我们。好，我们执行，下面就全部都变成大写的字母咯。好，那接着呢，第三个函式是 isUpper 这个函式呢，它是帮我们判断我们的字母，我们的字串里面的字母是不是全部都是大写。如果全部都是大写的话呢，它就会回传 true， 就代表是全部都是大写，回传 true 给我们。那反之，只要我们里面有一个小写的字母，它就会回传 false 给我们。好，那我们直接执行。好，它回传了 false 给我们。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说了嘛，只要里面有一个字母不是大写，它就会回传 false 哦。那一样，我们有判断是不是字母是这个大写，那当然就会有判断是不是字母都是小写嘛。那这个函式呢，叫做 isLower。那它的写法一样，是一个点加上 isLower， 再加上一对小括号。那反过来，这个函式就是帮我们判断我们的字串里面的字母是不是全部都是小写。如果是的话，就会回传 true 给我们；反之，就会回传 false 给我们。那我们一样执行看看，一样我们得到 false， 因为我们的字串里面有大写的字母嘛。好，那再来呢，这个我们点这个函式的运算哦，其实它是可以做叠加的。什么意思呢？假设我们先把这个 phrase 这个字串先做 lower 这个函式，做完之后呢，我们还可以继续再做另外一个函式。假设我们继续做的函式是 isLower， 然后再一对小括号。这样子是可以的哦，我们可以连续做点的这个函式的运算哦。好，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写的话呢，它就会先把我们的字串
先经过 lower 这个函式，那经过 lower 这个函式，它会把我们的字母全部都变成小写嘛？全部变成小写之后呢，它再经过 is lower 这个函式，少一个 r， 它再经过 is lower 这个函式，会判断我们的字母是不是全部都是小写，那就会变成 true 嘛，因为前面已经经过 lower 这个函式了。好，我们执行看看，果然得到 true。好，那我这边再跟大家讲一次，我们 phrase 这个字串呢，它先经过 lower 这个函式，会变成全部都是小写的字母嘛。那变成小写字母之后呢，它再经过另外一个函式 is lower 再做判断，它判断的是我们的字母是不是全部都是小写。那因为前面已经转成小写了，所以当然就是是，然后就会回传 true 给我们。好。那再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中括号的用法哦。那中括号这个用法呢，就是我们直接在字串的后面加上一对中括号。那这个中括号里面要输入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是我们字串的位置的意思哦。假设我们今天输入的是1，它就会回传给我们字串第一个位置是谁。那这边第一个位置是1嘛，是 H 嘛，这边1、2、3、4、5、6嘛，所以第一个位置是 H 嘛，所以呢，它就会回传 H 给我们。好，我再说一次，中括号这个用法呢，是它里面要写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字串的位置。那我们只要写，假设我们想要得到 H 这个字母。那我们就要写它的位置，那它的位置是第一位嘛，那1是第二位嘛 ，L 是第二位嘛 ，OK， 那假设我们想要得到 H， 我们就要写中括号1，那它就会回传 H 给我们哦。好，我们执行，发现奇怪，为什么是回传1给我们？好，那会发生这样子的原因哦，是因为我们 Python 里面哦，它所有的数字都是从0开始算的哦，并不是像人类的世界一样从1开始算。所以呢，在 Python 的世界里面 ，H 呢，这个就是第0位，那1呢就是第1位 ，L 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以此类推哦。所以呢，当我们今天用中括号这个方法，我们想要从第几位，然后去得到这个字串里面的值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假设我们想要得到的是 H， 我们就要输入0哦。好，我们执行，果然得到第0位 H。那假设我们想要得到的是 N， 那它在第6位嘛，那我们就要输入6，它就会回传 N 给我们。好。那我们中括号这个用法是从字串的位置去得到里面的字母里面的字元是什么嘛？那反过来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叫做点 index index， 然后一对小括号。那这个小括号呢，里面要写的是我们字串里面我们想要找的那个值是什么？假设我们想要找H 好了，那我们就要在里面写 H，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想要在这个 phrase 这个字串里面，我们想要找到 H 它的位置在哪里？我们想要从这个字串里面找到 H 它的位置在哪里？那 H 它的位置是第0位嘛？那我们执行看看，它就回传第0位给我们哦。那假设我们想要找到 N 在哪里，那我们就输入 N， 然后执行，它就回传它在第6位给我们。那假设我们想要知道 L 在哪里，我们就输入 L， 执行，就发现它给我们2。那这边可能会有疑惑，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明明有2个 L 嘛，为什么它是回传2给我们？好，那如果我们想要找的东西在我们的字串里面有很多个的话呢，它会回传最前面的那一个给我们哦。那最前面那一个的位置是2嘛，所以它就回传2给我们。好，那再来呢，我们要介绍今天的最后一个函式哦。
叫做 replace， replace， 然后一对小括号。那它用法呢是一个点加上 replace， 再一对小括号。那 replace 呢是替换的意思，我们需要在这一对小括号里面传入两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呢是我们想要替换，我们想要被替换的东西是什么？假设我们今天想要替换掉这个 h， 那我们第一个呢就要输入 h， 好，然后接着一个逗号。那第二个我们要输入的东西呢，是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替换掉这个 h 假设我们想要用的是小写的 h，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写。OK， 那我再讲一次，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 replace 这个函式是什么意思呢？假设我们输入里面第一个是大写 h， 第二个是小写 h， 它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会去这个字串里面找，它会找大写的 h。那这边找到了嘛？它找到大写 H 之后呢，它会把它替换成小写的 h， 就是 replace 这个函式的用法，它的功能好，那我们执行看看。果然我们的 h 大写的 h 变成小写的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把这个 n 替换成小写的 n，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写。那一样我们执行。我们会发现这个 n 就变成小写的 n 了。那假设我们想要把这个 l 替换成大写的 l， 那我们就这样写，然后执行。我们会发现我们两个 l 都变成大写的。好，那是因为我们这个 replace 这个函式它会把所有的，假设我们要替换 l， 它就会把所有的 l 都替换成大写的。OK。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内容。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如何使用字串，以及字串的一些很好用的用法，以及函式的概念。那大家就先记起来，有这个用法就可以了。好，那其实我们这个函式这些用法并不是要大家背起来有这些用法，只是要让大家知道，就心里有这个印象，有这样子的用法。那当我们自己在写程式的时候，哪一天可能突然会需要用到这样子的功能那我们会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个函式存在，可以给我们使用好，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啦，拜拜。